张家饭店，憋攒了大半辈子钱，竟然让我来这里经营一家饭店，我哪会做饭呢？恭喜宿主解锁最强厨神系统。本系统致力于帮助宿主学习各种厨艺，完成宿主爷爷弘扬中华美食的梦想，使宿主成功获得厨神名号。宿主张宁，厨艺 LV1级，已解锁菜系：气血温补暖身汤、清心饮。就这几样食材，怎么够开饭店？我还得再去买点儿。宿主无需自费购入食材，系统将供应所需食材。哇，还真有食材，系统果然没骗我。绿通鸡蛋，由多位营养师精心培育的绿通鸡所产，营养价值极高。绿通鸡蛋。精品红糖，由甜度最高的甘蔗为原料制作，品类稀缺，味道精绝。大绿豆，粘铁软糯，清新下火，口味甘甜。精酿醪糟，采用几千年前的古法酿造而成，口味浓醇，回味无穷。绿通鸡蛋，星际大绿豆，精酿醪糟，听起来不错啊，是时候大展拳脚了。气血温补暖身汤，补中益气，养血活血，暖胃驱寒之圣品。好香啊！绝了！就是这个味儿，一定会有很多人喜欢喝这个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美味滋补养生汤啊！小子，你这饭店看着破破烂烂的也就算了，这也不卖菜，只有2份汤，怎么可能吸引到顾客呢？不过没事儿，你安心着卖，万一入不敷出做不下去了，你这些娃娃罐罐我就收了帮帮你。切！婷婷，这家店人少，咱们来这家店吃吧。不了啊，薛老板操心了，这不是来生意了？呸！狗眼不识泰山，居然去对面吃那破店里的东西。两位想喝点什么？本店目前只有2道汤。你这一共就只有2道汤啊，还都要40、50一份。老板，我们像好坑的傻子吗？眼球泛红，面部油腻。小伙子，你最近上火挺严重的吧？要不要来碗清心饮，保证下火？哎，你能看出来？你对象肚子不舒服，应该是生理期到了，气血温补暖身汤对他有用。行，看你说的这么邪乎，我们就姑且相信。不管用的话，就要你好看。好。好点了吗？不是老板，这2道汤这么贵，你就做成这个鬼样子，这谁下得去嘴啊？我就知道你是骗子，看我不……这么香。行，那你们慢用啊。这个汤真的像他说的那么神，还是亲身试验一下吧。清凉舒爽，就像刚洗了澡一样清爽自在。这就已经喝完了。老板，再给我上几碗汤。什么？还要再来？哎，好神奇啊！喝了这个汤，不仅没有急火攻心的感觉，反而整个人都神清气爽。老板，再给我来3碗清心饮。还要是吧？马上就。注意，系统所供菜品具备药用功能，需控制剂量，严禁过量销售。实在是抱歉，本店菜品实行当天限购政策。啊？你说什么？限购？老板，你这么做生意可不行啊！实在不好意思啊。婷婷，你还吃不下东西吗？
要不我帮你解决了这碗？你是不是魔怔了？这小店又脏又乱又差，能给你吃出这副德行？你不信，尝尝这碗汤，我保证，你的肚子很快就会舒服。我才不吃你这种三无产品，我的痛经好几千块的补品都没有效果，就你这种垃圾货色。这汤好正啊！我就给你一个机会，没效果的话你就等着吧。好好吃啊！好像真的有用啊，肚子不疼了。尝尝这个什么味道？哇，这也太香了！我这辈子都没有吃过这种级别的鸡蛋。我第一次看他吃东西吃得这么没有形象。入口软绵，后味无穷，太香了！肚子已经完全没有感觉了，怎么会这么有效果啊？哎，老板，这个汤再给我上几份。什么？居然也要再上几份？实在抱歉啊，我们店真的实行限购，双倍价格，卖不卖？跟价格没关系，实在是不敢多卖给你啊。实在不好意思啊。婷婷，你完全没事了吗？他的那碗汤喝进肚子里之后，一点感觉都没有了。我的身体这些年吃了那么多药都没用，居然被他一碗汤轻轻松松给治好了。我一定要去问问这汤的做法。你先别着急，咱们再等等看，是不是真的一直有效果？确定之后再去找老板也行。可算是吃完了，我得去打探一下。先表达一下我们的诚意。支付宝到账500元。2碗汤卖这么贵，这不是坐地起价吗？您别急，这事儿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我老许一定不会放任这小子坑蒙拐骗。你瞎管什么闲事儿？我们想给多少就给多少，老板的好手艺值这个价。那2道寡淡的汤值？当然值，要是能让我再喝上一碗，别说这500块了，再多给1000块我都愿意。老板，你也不要怨气太重，换个角度想，他生意好了，你说不定也跟着赚钱啊。你没眼光不识货的东西，说不定是那小子花钱雇来的。装修这么差劲，却把钱花到这些歪门邪道上，真是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。这又是要搞什么幺蛾子？这也太嚣张了！就你这个态度，我看你还得再开几天。宿主张宁，厨艺 LV1级，距离升级还需要98点经验值。原来系统还有这种升级模式，照这个算法，岂不是攒够100点经验就可以到下一级了？你好，老板在吗？老板，你的那碗汤对我真的特别有用，我想花钱买这碗汤的配方，不知道你愿意吗？系统所供食材配方一经售卖，宿主将立刻失去绑定关系。实在是抱歉，这个配方我真的不能卖。不过我这里随时欢迎你来治病，这汤你连续喝上半个月，就能根治你的痛经。好吧，那我现在就要来上一碗，好好尝尝。我也要来上一碗清心饮。好，行。但是明天我去上班之后，谁每天来陪你喝汤啊？没有你，还有我闺蜜露露呀。她一网红又不上班，就陪我呗。也是。你说啥？你就喝了个汤，肚子就不疼了？可不是嘛，是不是觉得很难以置信？你也试试，你的卵巢囊肿说不定也能治好呢。好好好，我也去看看。医生都治不了的病，怎么可能喝碗汤就能好？你被人洗脑了吧？这店做的东西能吃吗？信我的，走。老板，我上次喝的那个汤再来2碗。好。等等，这么热的天，
我还是想来碗清心饮。面色浮肿，唇色深重，这是身体内寒的征兆。小姑娘，你月经是不是已经停了很久了？好几个月没来了。没错没错，露露的月经已经停了3个月了。你这是宫内虚寒，喝清心饮没什么用。我建议你还是喝气血温补暖身汤，对你身体有益。哎呀，露露，你就别犹豫了，听老板的不会有错，我保证你喝下去立马就能见效。好吧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就试一试这汤，我倒要看看有没有用。行，二位慢用。这个，看起来也没什么。你尝尝。这个味道，啊，淡淡的甜味，香浓的酒味，还有鸡蛋味，真的，闻起来就很香。妙，真妙啊！这种感觉，这道汤是真正的无价之宝啊！无论花多少钱都值得。老板，我还要喝。露露，这家店实行限购，不能连着喝2碗。你说啥？老板，你会不会做生意啊？明天再来就能继续喝了。行吧。好了，露露，明天再来也是一样的，咱们先走吧。走吧。二位慢走。露露，相信我，你一定很快就能怀上宝宝。我的身体本来就难以有孕，现在月经又停了。不着急，露露，那个老板做的汤真的有用，我觉得你一定能好。别开玩笑了。露露你，哎呀，我已经恢复了。哎呀，什么？有人在宁安景区高价卖汤？这不是宰客吗？我们景区绝不允许这种商贩的存在。老梁，咱们去实地考察一下。走。如果宰客行为真的存在的话，我们一定要严惩商家。这家店，勒令关门。舅舅，你也来喝汤？这家店名气这么大吗？这种店的东西你也吃？怎么不能？这个汤真的很好喝，而且还有药用价值。我只喝过1次就把身体给调理好了。你说啥？药用价值？王露露，你被人下蛊了吧？这种鬼话你居然也能听得进去？舅舅，你不要对张老板抱太多偏见。露露，无论你说的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，这家店的老板现在都摊上大事了。好好的一家饭店，吹捧味道就算了，居然还敢拿药用价值做幌子。我绝不能让这种触及红线赚钱的商家留在景区做生意。他今天一定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走。他今天一定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走。嘿，舅舅，不是的，这个药用价值不是张老板说的，是我这么说来给他宣传的。他没说过。你要是不相信，可以让我舅妈也来尝尝这个汤。她最近不是更年期，想要延缓月经吗？你让她过来试试看，她喝了你就相信了。行。这么贵的药材用了这么久，一点用都没有。难道我真的该老实接受这一切吗？你说啥？喝啥汤？张晋鹏，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我在家待得好好的，你非要老娘到这里喝什么汤？哎呀，舅妈，你别着急嘛，是我说让你过来的。这个汤真的好喝，值得你跑一趟。真有那么神？我倒不相信了，这个店能做出什么好东西？哎呀，
他做的汤真的有说的那么什么？老婆，对不起，就是撞了一下，没什么事。这衬衫怎么都皱成这样了？该给你买新的了。老婆，你不发脾气？喝完那碗汤，我现在看什么都顺眼了。啊？还有更神的，那个汤刚喝完不久，我就又来月经了。你说怎么就这么灵？好老公，我最近确实情绪不太稳定，经常对你发脾气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真不是我吹牛，那张江饭店是真神，那个汤只是喝上一口，整个人都焕然一新。童哥，你家里条件也不差呀，这种档次的东西怎么被你说的这么夸张？咱食堂的饭，童哥吃了都说好，他说的话咱们能信吗？不是，你们真别不信，张局开口夸了。就是那个，坐。张局，张家饭馆的汤真的有那么神吗？不说别的，就那个清心饮，现在还让人回味无穷。喝了还想喝。就是，不仅如此，这汤还有药用价值。我喝完之后，浑身都舒冷了，人都精神了不少。一碗汤而已，怎么还能有药用价值？要单单是好喝还可以，你们要是说它有药用价值，可就得思考里面都有什么成分了。测，必须检测一下，食品问题不能松懈。系统，你确定没问题？当然没问题，系统会把一切都安排的合理又万无一失的。林博士，有没有检测出问题来？有。相当有问题，我就知道这个苍蝇小馆不靠谱，汤里一定放了不该放的才这么好吃。系统说好的合理又万无一失呢？问题就出在，这个绿豆居然是有名的张县大绿豆，有价无市的呀！啥？张县大绿豆？咱们平时可见都见不到。没错，张县大绿豆的产量太低了，稀缺性导致它的价格一路飞升。这绿豆平时都只有权贵喝得到。我们岂不是捡了大便宜？怎么会？不是说还有药用价值吗？汤里一定还加了别的。除了景区里的优质水源，再也没有其他的成分了。用这么高级的绿豆，却只要几十块一碗。我知道了，张县大绿豆只是噱头，它真正的目的是用绿豆的名号招揽顾客。其实除了绿豆，其他的食材都很差，但是价格却很高。哎，小桑啊，你误解了。啊？你说啥？他这食材都是上等的，不管是这张县大绿豆还是别的食材。怎么会这样？不管是红糖还是鸡蛋，市面上都很少见，都是精品中的精品，是我们普通人平时根本就接触不到的东西。这种品质，这种价位，这张家饭店的粥也是可遇不可求。咱们能喝到，真是侥幸。这么好的店，咱们可不能让明珠蒙尘。就应该当做咱们景区的宣传点啊！张局，您意下如何呢？这张家饭店，应该宣传。从今天开始，集中所有宣传力量，大力宣扬这张家饭店，争取把名号打响到全市、全省。收到。自从开始大力宣传，客人就多了不少，居然这么快就到下一级了。宿主张宁，厨艺 LV2级，智力升级还需要300点经验值。LV2级已解锁菜系：气血温补暖身汤、清心饮、补气鸡汤面。补气鸡汤面，怎么往上升一级，才只出一个新菜？请次到2升级，宿主可抽奖1次。哦，抽奖！恭喜宿主抽到技能神医断症。此技能可帮助宿主一眼判断顾客身体机能状况，做出针对性膳食。这功能不错，我再试试做碗补气鸡汤面。绿通鸡，营养师精心培育的肉鸡品种，口感嫩滑，味道香醇。
徐老板，你这鸡汤味道真不错，让人唇齿留香，吃了还想吃第2碗。当然，我这儿可是秘制配方。怎么有另外一股鸡汤味儿啊？张家饭店也在做鸡汤，这味道怎么这么浓香美味，让人跃跃欲试。算了，对面也得尝尝。这。你好，你是来喝鸡汤的？但是我们现在不营业，而且这汤是我已经喝过的了。没事儿，我不介意，我就尝尝味儿。给你，就没了。那你把碗还给我吧。有那么夸张吗？跟没吃过饭似的。不是，他的鸡汤真那么好吃？大嫂，啥事儿？给你分配个任务，明天潜入他家里，去尝尝那个鸡汤的味儿，别暴露了。好。哎呀，菜单上多了一个新品，补气鸡汤面680元啊，这价格！啥事儿？没啥，我来喝清新饮。好，坐。老板，我要补气鸡汤面。好。给你分配个任务，明天潜入他家里，去尝尝那个鸡汤的味儿，别暴露了。好。不是吧？难道他看出来了？哥，等会儿那鸡汤上来，你能不能给我描述一下味道呀？还得描述？想喝自己点一碗不就行了？不至于连一碗鸡汤都点不起吧？我说这话，你看价格了吗？一碗补气鸡汤面680，不便宜吧？你说啥？多少钱？一碗补气鸡汤面680啊？你给我乖乖坐着喝汤，不许给我回来！今天我一定要知道他们家的鸡汤到底有什么好的。老板，你先冷静。你知道他家补气鸡汤面什么价格吗？680一碗，是金子做的吗？管他多少钱，让你喝就喝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尝尝看这鸡汤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。来，这碗清新饮好像真的不一般啊，仅次于我。你的鸡汤鸡汤不管什么味道，你都表现得夸张一点，说难吃。记住没？一定要说。真香，真是太香了。美味，实在美味。这个汤的原材料到底是什么啊？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软嫩可口的鸡肉？老板，我还要吃。鸡汤不管什么味道，你都表现得夸张一点，说难吃。记住没？一定要说。哎呀，忘了我的身份了，坏事。口感还行吗？这口感太差。口感真是太好了。
神医断症，正需尿频阳痿早泄，食用补气鸡汤面可缓解症状，回归肾气。那个，你肾是不是不太行？你多来我这里，这个补气鸡汤面可以缓解你的症状。胡说八道！不好好开饭店，扯这些乱七八糟的，把路都走歪了。我许大松再也不会踏进这家饭店一步。哼！大松呀，你说说你活了这么些年了，什么好东西没见过？喝个鸡汤就变成那副德行。他那个补气鸡汤面的味道确实不错，不过你放心，他生意不会做大的。啥意思？这个老板人品有问题，胡说八道，这样下去，他迟早没出路。他瞎说啥了？没啥，我就先进去了啊。大松都这么说了，这家店铁定有问题。嘿嘿，张宁小子，你得意不了多久了。补气鸡汤面都是补气鸡汤面。太好吃了！太好吃了！嘀咕啥呢？什么东西能好吃成这样？补气鸡汤面。补气鸡汤面，又不是什么稀罕东西，好吃就再去吃呗。不去，那老板骗人。咋骗你了？他说我肾虚不行。你不就是……人家说的不对吗？我又行了，我又行了！2个钟头，是我之前吃的那个神药忽然生效了？什么神药？你最近又试了什么新品种的药？之前的不都没用？那这是咋回事？你不会是碰了什么不该碰的东西吧？之前买的那些药可都一点效果都没有啊！你的鸡汤。不会吧？难道真是他？一碗鸡汤而已，怎么会有这种奇效？吃个午餐再开门营业吧。浩辰，你说这家店今天不会不开门吧？不能吧？你们有没有闻见一股香味儿？好浓的鸡汤味！这味道闻着就想来一口。是不是对面许家的招牌鸡汤？都这个点了，咱们要不先去对面吃完再来。我同意，我真想尝尝这个鸡汤的味道。走走。等等，咋了？忽然闻不到了。鸡汤味儿是张家饭店传出来的。所以鸡汤是张老板的新品。张老板，快开门啊！张老板，以后可得早点开门。没错没错，我们等了好久了。2份补气鸡汤面。好。支付宝到账1360元。啊？多少？哎呀！管它多少呢，闻着都这么香了，吃起来味道肯定也不错。2份补气鸡汤面，还有份气血温补暖身汤。阿姨啊，这家店有规矩，菜品都限购，不会多卖1份的。这都要限购？2份补气鸡汤面，1份气血温补暖身汤，对吗？老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是说每人每天只能买1份吗？怎么他能多买？就是嘛，这多让我们这些老顾客寒心啊！你们误解我的意思了。我的规定是，每份菜品每人每天只能买1份啊，可没说
我这家店每人每天只能点1种了。什么？那我之前错过了多少清心饮啊！老板，再要2碗气血温补暖身汤。好。补气鸡汤面，气血温补暖身汤。大松，你怎么还……上次吃了那个有效果的药，你该吃啊，花多少钱都行。老娘可不想再这么继续下去了。张老板，1份补气鸡汤面。好嘞。你的补气鸡汤面。哎呀，又能吃你了，小宝贝儿。张老板，你跟我来，我有件事要找你。张老板，我身体的毛病你真能看出来？能看出来。我学医的，看一眼你的脸就知道你怎么了。哎呦，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还希望张老板能帮忙。神医断症，肾虚尿频阳痿早泄，治疗指南：使用1周补气鸡汤面，症状将得到明显改善。连续喝1周的补气鸡汤面就行了。这1周，补气鸡汤面，行，我就试试。大松，去对面干啥？情况不对。哎呀，补气鸡汤面下肚，果然舒坦不少。许大松，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待着呢？你干嘛去了？哦，我散步，这不是好久没运动了吗？许大宗，你的意思是，现在这个时间点，你去张家饭店附近散了散步，还正好碰见了张宁，你们2个一起散了步是吗？没有啊，我就是随便走走。我还能闻见你嘴里的鸡汤呢。一个一个的。都跟魔怔了一样，不行，我得想想办法把生意抢回来。喂，食品安全监督局吗？我要检举。接到举报，说祭慈寺景区里有个叫张家饭店的，环境恶劣。小英，你觉得呢？张家饭店没有吧？文旅局局长才夸过他食材优质。食材优质不等于环境就过关。你看这照片，用餐环境破烂成这样，可想而知后厨是什么光景。我们去实地调查。怎么这么多人？不会真的出问题了吧？哎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吃货乐趣多，探店心源说。今天我们来到宁城这家吃过都说好的张家饭店，跟着主播来一探究竟吧。奇怪，都这个点了还不营业？没办法呀，这家店的老板太随性了，什么时候睡醒，什么时候开门。这家店的老板太随性了，什么时候睡醒，什么时候开门。怎么这么能沉得住气？这么多钱等着赚，他还能睡得下去？对啊，对啊。请问一下，你们围在这里干什么？是有人吃饭中毒了吗？中毒？是，饭有毒。快，收集证据！哎呀，食客们都中了这家店的毒了，每天茶不思饭不想，就想着来这张家饭店吃饭了，赚的那点钱都自愿送给张老板了。不要开这种夸张的玩笑，好不？营业了，总算是营业了！快！走，快！
这个环境做出来的饭真的能吃进肚子吗？清心饮40，气血温补暖身汤50，补气鸡汤面680。虽然钱包在作痛，但老铁们放心吧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就算是吃空钱包，我要尝尝咸淡。老板，一碗补气鸡汤面。好嘞。为了老铁们，我也是豁出去了。谢谢秀才大哥，谢谢一下倾城。来，哇，这么香！以我多年的探店经验，闻起来这么香的，一般都充满了科技与狠活。不仅如此，店里这么多人等着吃饭，就老板一个人在忙活，难以想象这种强度下，后厨会有多么脏乱差。是啊，用餐区都这么破破烂烂的，后厨的卫生就更难以想象。就是，食材再怎么优质，在这种环境下也会被污染，不知道有多少细菌。你好，食品监督管理局调查人员接到举报说，你们厨房卫生条件堪忧，前来取证调查，看一下我们的证件。我去，难道这家店真有问题啊？食品监督局都出动了。主播，快跟着去直播，厨房到底什么样子？哦，好，请到这边来。这真的是厨房？这个锅的材质是耐高温陶瓷，这可是高精尖科技领域才会使用的制造性原料。这个材质毕竟比较好嘛，用它煮的东西也更健康美味一些。好。这个，程老板，锅的事先放一放。你这里面的碗盘又是怎么回事啊？碗碟咋了？卫生方面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岂止是没问题，这简直高端了。这可是古代宫里才能用的定瓷啊！居然还是古董？岂止是古董，这些定瓷的成色可相当不一般啊！光是这碗温润赛玉，敲之似盘，必然是出自名家之手。这品相成色，现在就是万金也难求。这些年我也只见过一套，你却弄了这么多，还用来盛饭。来，你给解释解释，这些古董做碗碟又有什么好处？这个倒是真没什么说法。系统，你配这么好的工具，这不是坑我吗？系统也是有审美的，谢谢。你们姑且就当我是一个有审美、有追求的厨师吧。这厨房也太高档了吧，食材又那么高级，怪不得做出来的饭那么好吃。居然还有人举报环境，被做局了吧？这位领导，请问我们店的卫生达标了吗？达标当然是达标了，但是你这么多定瓷，能不能卖我一个？虽然后厨没问题，餐具也很高档，但是一个饭店最重要的还是它的饭菜口味。就让我来尝一尝这东西味道到底如何。怎么回事？主播这是怎么了？是网友问题吗？也太香了。我去，主播有这么饿吗？吃这么着急？评价呀！主播别光顾着吃啊！还用评价？主播的吃相就能说明。太香了吧，也太香了！这个口感，这个味道，价格才680，简直是做慈善啊！老铁们，都来这家店吧！来了！这个举报的人究竟是谁？树大招风，以后这种事情恐怕不会太少。哪怕是有系统在，我也得多多防范。
宿主经验值已达到300，升级为3级，已解锁新菜品。宿主张宁，厨艺 LV3级，距离升级还需要400点经验值。3级已解锁菜系：气血温补暖身汤、清心饮、补气鸡汤面、麻辣烫。麻辣烫啊，这是个好饭。检测到升级，宿主可抽奖1次。抽奖。获得奖励，恭喜宿主抽中一口辨别，所有食物宿主只需一口便能识别其原料、年份和火候，便于增加宿主对食物的把控能力。好厉害啊！正好这里有杯奶茶，让我先来测试一下这个技能到底有没有用吧。茉莉花茶、奶粉冲剂、香精香料，还有添加剂，这可不能多喝。哎呀，得吃点系统提供的饭菜开开味儿。先试一下这个新的麻辣烫配方。克洛西牛蒡骨，该牛生长于气候适宜的草原，结合人工培育和自然生长，有营养师为其调配营养，并配备专用情绪引导师，保证生长过程中心情愉悦。该牛蒡骨营养丰富，口味香醇。嚯，也是让牛过上好日子了。这个又是什么？优选菠菜，长于生态种植基地，叶片翠绿肥厚，叶柄鲜嫩，富含多种营养成分。上等土豆，采用精细化管理培育，个头均匀，表皮光滑洁净，果肉洁白细腻。生长于水质清澈、盐度适宜的深海养殖区，富含碘元素、膳食纤维、褐藻胶等营养成分。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系统，这种事你要是吹牛，我可就惨了。请对系统保持最基本的信任，否则系统将解除绑定。唉，行吧，你这系统脾气还挺大，但是你这个麻辣烫食材也太少了吧？请宿主努力升级，以获得更多食材。好。真香！一个小店而已，怎么敢要价那么贵的？真有人愿意吃这么贵的东西吗？当然不会啊！你看，这不就开不下去了？董倩，你这话啥意思啊？你们不知道吗？昨天上面可来人过来调查了，那个领导出门的时候脸色可不太好呢。你说真的？这还能有假？你就看他店里那个环境，谁看得下去？8成是闭店整改了。是该给他点教训。老许，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，他下次开门我们就盯着他，只要出现一点问题，我就去举报，让他这店开不下去。哎呀，这天底下还是有你们这种明事理的人啊！这消费卡你们拿好。这算啥？咱们也算是利益共同体嘛。行，谢谢谢谢。哼，我呸，没安好心，要不是收了你的消费卡，老娘才不跟你装呢。个、10、百、千、万、10万，158820，短短半个月我就足足赚了10几万，可比打工当牛马强多了。张宁，我大学时期学校里的校花，她怎么在这儿？你是这家饭店的老板，真好啊。神医断症，气血不足，脾虚，湿气重，可食用店内产品补充气血。上班就有如此魔力吗？你看你都虚成啥模样了？当牛马哪有不虚的？你能给我做顿饭吃吗？能。你想吃什么？菜单上的随便点。气血温补暖身汤50，清心饮40，麻辣烫388，还不如直接抢钱。想好要吃啥了吗？行吧，就当是照顾一下他的生意。我要碗麻辣烫，尝尝到底值不值这个价。没问题，你就等着吃吧。做好了，你快尝尝，不好吃不收你钱。唉，我最近一点食欲都没有，再怎么好吃也吃不了多少。好，好香，好鲜，我居然有胃口吃了。啊，这就没有了吗？再来1份。同一个菜每天只能点1次。
好啊，这样吗？早知道我就省着点吃了。你也可以尝尝别的呀，比如这个招牌汤品。行，你稍等一下。这个张宁长得倒是眉清目秀的，声音也挺好听的嘛，身材也挺行的。可以喝汤了。哎，你的脸咋了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真好吃，我好想哭。张宁，我工作很痛苦，下班之后只能回出租屋，一边吃没有营养的外卖，一边加班忙工作。但我不能辞职，我没有别的选择。我妈妈在住院，妹妹还要靠我养。我很喜欢你做的饭，很温暖。可能这都是我们长大之后必须经历的过程吧。可能你现在会觉得很痛苦，但可能过了这段时间，你就会有不同的感觉了。你要是觉得难过的时候，就来小店坐坐，这个可以安慰你的。张老板，能不能打包啊？那我下次再来，能不能给我打折？太贵了。不能。那要是当你的家属，可以优惠吗？便宜不了。再说了，我也没有。死木头！哎，怎么走了？话才说一半啊！哎，还打算让他帮我拉点新客户来的。每日一问，老板开门了吗？后悔啊！我当初咋就光顾着吃，没问老板要联系方式呢？造孽呀！小孙女吃过他家饭后，说我做的饭难吃。湘琴，等会儿我跟孩子到店里了，帮你看看。奶奶，妍妍要吃补气鸡汤面。妍妍，这没营业呢，要不奶奶带你买别的去。不要，奶奶他们营业了，开着门呢。这是又出新品了，麻辣烫。奶奶，妍妍想吃这个麻辣烫。好好，小伙子就要麻辣烫。没问题。等一下吃好吃的。麻辣烫来了。姨，您胃不好，辣的就给你放了一点。哦，小心烫啊。小张老板还懂医术呢，我这都是陈年旧疾了。这里面全是素菜呀。味道挺香的倒是。哎，妍妍啊，奶奶帮你尝尝。哦。哇，真鲜，实在太满足了。吃饱了，真好吃。哎呦，奶奶忘了。小伙子，给我孙子再上一份。好嘞。哪儿在做饭啊？太香了吧！是呢，难道这里面新开了饭店？味道也太吸引人了。哎，就是这家店，走。走。小心烫啊！吃吧，慢点吃。好吃吧？妍妍，吃不完的就给奶奶吧。纯瑶，你跟妍妍去店里了吗？张老板营业没啊？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，全给忘了。他家没开门呢，你晚会儿再来吧，兴许就有人了。在这儿吃独食了，在这儿吃独食。他们怎么来了？你们怎么过来了？
春瑶啊，春瑶，你看你这办的叫什么事儿啊？平时还说咱俩关系多好呢，结果你自己偷偷在这吃独食。我也不是故意的嘛。你今天这是点的啥啊？味道真香。这个是新菜品，麻辣烫。麻辣烫，这玩意儿能好吃？当然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，真绝！这汤底，这配菜，这滋味，那骨汤，那海带，那土豆，哎呀呀呀！哎呀，什么味道？怎么还不下班呢？真想去尝尝这家店的手艺。若是林总不在就好了。苏妍，我临时有点事儿，还得去找汪总谈谈。你要是公司还有工作要忙的话，就先回吧。那我就先走了，林总。好。哎呦，这么多客人，就坐那儿吧。还有个座啊！想抢，我先来。哎呦呦呦！你这小丫头搞偷袭啊！林总，你也来了，林总。瞧我这记性，净想着谈业务了，都没想起来你没吃早饭。要不咱俩拼个桌啊？行。老板，来2碗补气鸡汤面，2碗清心饮。马上好。实不相瞒呐，他家这鸡汤面我惦记好多天了，连我老婆做的饭我都不想吃了。闻着还是这么香。哎呀，没空桌了。老哥，这儿有人坐吗？汪总啊。好家伙，是你们啊！请，来，坐。他家的清心饮特别鲜。汪总，您刚刚跟我们说还有事情要处理，怎么这会处理到店里来了？哎呀，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上健康嘛。我这个人啊，内热，自打喝了这个清心饮，浑身上下什么毛病都没了，特别清爽，一天不喝都想这口。哎呀，人之常情，没事。你看，反正咱们也碰见了，等会儿吃完找个地方，把合作的事定了吧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没问题。这笔生意要是定了，我能赚得盆满钵满。哎，您的补气鸡汤面啊，好。曼庸啊，这家店的老板绝不是等闲之辈，做的东西好吃就算了，还能治病。我打算近期啊，叫钱总和李总也来尝尝，顺便调理身体。他们身体啊都有点小问题，到时候也叫上你。哎呀，我想认识他们好久了，感谢汪总抬爱了。宿主您的声望值已突破1000，成功解锁信仰之橱称号，是否立刻装备？装备，现在就装备上。已成功为您装备此称号，请在3个小时后关店。你说什么？信仰之厨，真正优秀的厨师是有自己的操守的，即日起每天仅开放营业6小时。你没搞错吧？就6小时啊！我这得亏不少钱啊！还是不带这破称号了吧？称号一经装备，就不能再放弃。行吧，真拿你没办法。还有3小时下班，赶紧下单，别错过啊！今天又不是工作日，怎么没人来吃饭呢？他家店明明因为卫生问题停业整顿了呀，怎么又营业上了？顾客全让他忽悠走了。老板，我要1份清心饮和麻辣烫。我要气血温补暖身汤2碗。好嘞。请慢用啊。真不知道他家这汤怎么做的，味道太绝了。这汤，我的天，绝！老板，给我安排个空桌吧，要不我在外面吃吧，或者找个角落也行。我去，这都是托吧？这世界到底怎么了？
啊？哎，老哥，真有这么好吃吗？真的，我隔3差5就来吃一次。他们家价格挺贵的呀。哎，谁说不是呢？每回结账掏钱都心如刀绞。贵你还来？哎，不瞒你说，自从吃了张老板的菜，我都不便秘了，睡眠问题也解决了，爬楼都不带犹豫的。虽然价钱贵点儿，但它值啊！而且啊，他家每道菜味道都特别绝，一天不吃我都想得难受。有这么神？你试试就明白了。我不信，这家店明显有猫腻，你们认栽就算了，别想骗我。切，骗子，都是骗子，真会胡说。我看80%是放了什么泻药脑白金的。你来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去张家吃饭了？没有哥，许大松，你可真行！你，哎呀，哥，救命啊！哥，你没事吧？吓死我了！我怎么了？哎呀，哥，昨天咱家客人都去张家吃饭了，给你气得心脏病都犯了，昏过去了。不过还好你人没事。这张宁可真该死，下次碰见他，我非……谁？常老板，你来我这儿是想干嘛？这不是听说你住院了，我来看望看望，也希望咱能冰释前嫌。常老板这话说的，我跟你哪来的矛盾呀？大松还经常去你那儿吃饭呢。张老板的手艺，徐某实在钦佩，不知可否有幸邀请张老板来我许家饭店工作呢？啥？我知道这个机会对你来说很激动，都小事儿，跟着我干，我保你年入100万，风生水起。小样，只要你入职，什么土门秘方还不都是我的了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并不打算加入你。你这啥意思呀？有系统在，我何必替你卖命呢？你是打定主意要跟我作对了？许老板干嘛生气呢？这事可以商量吗？我带了我们家的招牌补气鸡汤面给徐老板，你尝尝，顺便调理身体。如果你能尝出来这是什么鸡，什么大料，我就同意加入你们，并且双手奉上我们店的独门秘方。我如果尝不出来呢？还望徐老板往后啊手下留情，别再为难小店。你我2人凭实力做生意。好，别呀！别事儿。我徐某做饭做了大半辈子，我能尝不出来他饭里有什么猫腻？东西拿来。味道好香啊！你能不能有点骨气啊？难不成这张宁真藏真本事？实在难以置信。感觉如何？尝出来没？我输了。几天不到，竟然又升级了。宿主张宁，厨艺4级，距离升级还需要500点经验值。3级已解锁菜系：气胸温补暖身汤、清心饮、补气鸡汤面、麻辣烫。等级到达4级，系统将停止自主解锁菜谱的权限，新菜谱您可通过抽奖取得。抽奖？听着还行，抽！您成功解锁新菜谱麻辣小龙虾。哈，真不错，这可是道硬菜，有了它我还怕吸引不到顾客。走，试试去。小伙子，你就是这家店的老板呐？是你啊！啊，上次你说我的骨质疏松应该吃你做的哪道菜来着？鸡汤面。对，就它吧。不过丑话说在前，我这人嘴刁，要是不好吃，我怕是不会再来第2回了。您放心吧，我这手艺不会错，就怕您吃完这次啊，下次都得拉着亲戚朋友一块儿来呢。好，那我就拭目以待了。老板，来份麻辣烫。没问题。许宁云，是你？
这么多年了，还是和之前一样漂亮。张宁，麻辣烫还要多久呀？好饿。张宁，稍等，马上好。您的鸡汤面。哎，小心烫啊。好。哟，原来是当初学校的风云人物张宁啊！现在怎么混到做厨子的份上了？想来点什么？我厨艺挺好的。哼，挺好，搞笑！一个破汤面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名堂？我从来没吃过味道如此鲜美的面。年轻人，就算米其林大厨来了，也比不上你呀！哎，老头，你知道什么是米其林吗？你就胡说。胡汉杰，我开玩笑的，明云，最近工作怎么样啊？要是需要帮忙的话，我可以找我。麻辣烫来喽，小心啊！嘿，你这人，要不给你也要一碗？看你这天天的忙里忙外，也赚不了几毛钱，我就照顾照顾你生意，来2份麻辣烫，一共776。好。啥？这么贵？哥们儿，你这麻辣烫金子做的，亏我跟你还是老同学，你拿我逗乐是吧？买不起直说。你，老板，要2份麻辣烫。阿姨，你快走吧，他这儿的菜贵得要命。很贵吗？也就388一碗啊！来扫码。支付宝到账776元。什么？不过是个破麻辣烫，你还真买呀？是啊，小张手艺可好了，这小辣味儿一绝，我们家一天不吃都想得难受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小张啊，阿姨家有个小侄女特别漂亮。哎，小张，阿姨家有个小侄女特别漂亮，要不我介绍你俩见见面，你看咋样？不急不急。拼个桌啊！哼，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心思。哎，年轻人，你来一下。哎，这是我孙女，不错吧？我孙女可是高材生，我帮你俩牵个线，以后我来你这吃饭，给我打个折，咋样？大爷，这是您亲孙女吗？长得不像啊！你这个臭小子，真有这么神吗？这帮人都赞不绝口，还能有假？你说你也是，非要跟老同学闹成这样干嘛？好吧，我付钱。不好意思啊，打烊了，明天吧。哎，张宁，这才几点你就打烊？我好心照顾你生意，你就这服务态度？我们家店每天就开6个小时。我警告你，张宁，少跟我装腔作势的。就你这破店，要不是我家慧慧想来，根本看都不会看一眼。那你走吧，不送。你看你非跟他吵，要不我们也吃上了。吵什么吵？就知道吃。就他这样能做出什么好东西？神经病！汉杰，没事，姐妹，要不咱俩留个联系方式，下次我叫你一起来吃。他心里压根就没我。既然这样，我也不管他了，随便吧，我自己能买。要不要尝尝？嘿嘿，拍的不错，拿回去给孙女看看，她指定喜欢。哎喂，晴晴，是我呀。找个时间来吃麻辣烫吧，这老板可板正了。一天没吃饭了，做个小龙虾吧。不错啊，这都活着呢。霸王龙虾，肉质顺滑，口感浓郁，品质是最顶级的。味道肯定差不了。韩志山真是要了命了！不管了，歇会儿。就算有人给我金子，我都不可能再动一下。哪来的香味？好香啊！是小龙虾。哎，不是说休息吗？就是这儿没错，这是没营业嘛。味道这么香，里面绝对有人在做菜，
赶紧的，一块来敲门。啊，我们走。有人吗？快开门做生意！老板，给我来份虾吧。打烊了，明天再来吧。别呀，大哥，我太想吃了，抓心挠肝的想的都喘不上气来了。你让我尝一下吧，就一下，我保证以后不吃了。你这人，我做的是正经买卖，不是毒窝。别丢人现眼的。兄弟，不就是个虾吗？没必要啊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义父，只要您让我进去，我就给你跳新学的女团舞，怎么样？你快拉倒吧。你先起来。考虑好了吗，义父？系统，就这一次。进去吧。行，快来吧。这小龙虾1299一份，抢钱呢这是？谁说不是呢？这价钱去买波龙也够了吧？他这小龙虾哪儿比得上波龙？算了，走吧。也就是味道香，真到嘴里估计也就一般。太绝了，太香了！我长这么大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，这肉质，这滋味，老板是出身下凡吗？哇，要不我们也点2份？行啊。哇，请慢用。太香了。咋样？好吃，太好吃了！就算是米其林弄下来了，都比不上这个。真有什么好吃啊？麻椒、花椒、红油、蒜泥，层次太丰富了，肉质还鲜美，1000多块一点都不贵，哪怕1万块都值，吃了还想吃。这，没了。要不我们再加2盘吧？吃完走吧。走。还有事啊？太撑了，走不动，我拉着你。哟，你咋了？咱俩歇会儿吧。是条汉子，咱们也走。走。老板，2碗麻辣烫。奶奶，他们好像怪物啊！什么怪物？哎呀，不是怪物，有的人呀生下来就残疾，咱们要学会尊重，不能说人家坏话，知道吗？哦，走。新鲜出炉的果汁，10元一杯。张老板生意红火，连带着咱们也好起来了。谁说不是呢？游客数量一增，咱们也……咋了？张老板，2位姐姐有什么事吗？姐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小张弟弟，姐这不是看见你了，过来说句话吗？啊，对，过来说句话。小张弟弟要去哪儿？啊，打算回家陪陪家人。好，那小张弟弟路上注意安全。发什么呆呢？瞅你那花痴样！咱们彼此彼此吧。是你先在那小张弟弟的。那怎么了？小张人又帅又会赚钱，我看老许就是眼红，才老找人家麻烦呢。等会儿咱们早点回去吧。你陪我去做个显年轻的发型，这发型显老。就这么着吧。达达速运，蓝萱萱女士，麻烦来拿下。
什么快递呀？寄错了吧？我没买啊。是我买的啊。哎呀，儿子回来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！哎呀，我爸呢？在屋里呢。好，快进来坐。回来了。爸啊，我不是，这些东西啊，都是我店里进的货，这个比外面卖的不知道要好多少倍，我特意带回来给你们尝尝。哎，家里吃的啥都有，不用往回拿。系统给的，可不是菜场能比的呀。等会儿大伯来咱们家是吧？我做点好的招待他。哎呀，我听您说现在餐饮不好做，小张肯定是怕咱操心，这些东西瞅着就不便宜。哎，没事儿，等会儿不管儿子做的好不好吃，咱们可都得捧场。行。上菜喽，快吃吧。这才几天啊，你就这么能干了？都怪爸妈不好，没能力给你好的生活。妈，别这么说，我总归要自己经历风雨才能成长的，对不对？儿子说的对，男子汉大丈夫就该为自己的事业奋斗。儿子，妈知道你干餐饮不容易，这点钱是我跟你爸留给你的，你拿好。爸妈，不用，我那个店生意特别好，你跟我爸这么多年都没舍得花过什么钱，这钱你们留着用吧，我不要。哎呀，儿子，跟你妈我俩还客气啥呀？你是我们一手带大的，我还不知道你有几斤几两，你就收了吧。收了吧。爸，你要不先尝尝呢？行，要是不好吃的话，你就得听我跟你妈的，把钱收了啊。行。咋样？不对劲儿，再试试。没吃够，再来点。你先试试别的吧。光是面条都做得这么香，更不用说别的。儿子，这为啥这么好吃呢？食材好啊。食材好？你瞧瞧我这食材，每样都不普通。这鸡是正宗绿通鸡，纯青草喂养，品质啊根本没话说。面产自北方平原，顶尖五香，吃起来哪能不好吃？你这食材都不便宜吧？嗨，是不便宜，不过卖高价也就赚回来了。我这鸡汤在店里啊，680一碗，有的是人买。多少？680呀。儿子，爸知道你有雄心壮志，这是好事儿，但是做人要诚信，得脚踏实地。你这售价定这么高，爸妈，我没说瞎话，售价真是这个。这样吧，等改天了，我给您二老订一张票，都去我店里瞧瞧。成，到那天呐，妈去了一定好好帮你把关。谁来了？爸，看你收起了。那我先收起来。大伯，这不是小张老板吗？我听人说你在创业呢，年轻人啊有抱负。你可别打趣我了，大伯。大伯，快来尝尝我做的小龙虾，味道绝对好。哎，我听说还挺贵的，这一份可不便宜，1299一斤呢，还可多人愿意买。1299，一分价钱一分货，好啊。1299。小宁啊，你一回来，你爸高兴的都说胡话了，是129一份吧？我知道现在餐饮不好干啊，但是呢，129也太贵了，没人买的。要我说呀，50、60就差不多了。茵茵姐，小宁，你回来啦，这是你姐夫黄国良。姐夫，你好。小黄长得可真精神，茵茵好眼光。哎呀，那当然，国良他妈可是大学老师，他爸是3甲医院的主任，全家人都可厉害了。不错呀，以后生了孩子有奶奶管功课，长大还能跟着他爷爷学医术。现在说这些还早呢，倒是小宁。
爸，我们去后厨看看菜好了没？走。来，我来。你说这小宁放着好好的医生不当，非要当什么厨子，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将来都找不着对象。这都不算事儿，实在不行，小张跟着我干吧，我还缺个打杂的，能混口饭吃。不愧是我女婿，有气魄，不像小宁，做个菜而已，能好到哪儿去？上菜喽！上菜喽！英姐，让下，我上个菜。来，挺丰盛的，都是我给小宁做的。哎，好好吃啊！小叔，你去哪儿进修手艺啦？真好吃啊！有那么好吃吗？你小叔这么大年纪了，厨艺还能有啥长进？还真挺不错。没了。来，尝尝这个，别光吃菜呀，多吃点肉，今早新杀的鸡，味道绝对没得说。光是素菜都这样了，肉还不得香死人啊！尝。尝尝。怎么回事？肉不如菠菜好吃啊？就是啊。烧龙虾看着不错。好好吃啊，真香。小叔，你这菜做的怎么好吃又不好吃的？不应该呀，难不成是哪道菜味道太咸了吗？不是，小龙虾和菠菜吃着都很香，其他的菜就有点儿。这俩菜都是儿子做的，别的是我做的，什么情况？难道真被小宁比下去了？叔，这虾自己做的嘛，手艺挺好啊，就和我上次在城里那家饭店吃的味道特别像。小宁记得香，没说哪儿来的。你们都不知道，那家饭店生意火得很，一份小龙虾售价1000多，就算这样，还是可多人愿意去他家吃。你们看是吧？还真是挺火的哈，想来这味道也差不了，就是太贵了，吃一顿估计得掏不少钱。前几天我跟同事去，一顿饭吃了3000块钱。据说他家老板挺神秘的，食材都是顶级的特供。特供听说过没？这种极品也就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才吃得上，一般人哪有这福气？光看看都看不着。那倒是。爸妈，等你们去城里了呀，我带你二老也去尝尝。那感情好，你叔他们就没这么幸运了。等咱们到了，多拍点照片回来吧，让小叔一家也解解馋。小叔，别丧气，这都不算事儿。实在不行，让小宁带你们进城也见见世面去。他这么懂事，1000多的虾肯定买得起。小宁，这种事你提前说，我哪知道这东西这么贵啊？想都没想就全出来吃了。这得亏多少钱呢？哎呀，爸，别担心，大家吃得高兴就行。也是，这下你大伯就不用去城里吃了。这话说的，你这虾能跟人家店里的比？国良上回去的那家店，老板是姓张吗？其实那个店就是小宁开的。我之前还跟着瞎操心，怕小宁干不下去。现在国良都说了挺火爆，我这心呐也就放下了。大学生果然不一样，想法多。看看人家小宁啊，真有本事。怎么都不动筷子？来，吃啊啊！吃！来。今天咱们都吃的差不多了，我看啊，咱们就结束离席啊。大伯母，等你有空来城里跟我说，我给你留个最好的位置。哎呀，那算了吧，我活了这么大岁数，啥好吃的没尝过，犯不着专门为这个进城。英英，之前你说跟国良结婚要定在哪个5星酒店里，走去看看。你大伯母啊，就是嘴碎点儿，没别的意思啊。大伯祝你创业成功，一点心意。
收着吧，别跟大伯客气。谢谢大伯。大伯，菜还合胃口吗？不错，我给你那儿也寄了，别忘了收啊。行，好了，那我就告辞了啊。好，慢走啊，大伯。再见。妈，就这里。孩子快饿死了，快开门吧。张老板，你没有心？儿子，你别跟妈藏着掖着的，你这生意确定合法哈？怎么不合法了？你是不是加了什么罂粟那种违法的东西？妈，你别瞎想了，我在咱家可是在我爸眼皮子底下做的，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没有，真的是因为食材好。好，没违法就好。进去吧。行，走。妈，我先去关个门啊。你这都回来了，怎么还关门呢？我这什么都还没准备呢，要是不关门，被他们发现，肯定又哭着喊着要来吃饭了。真的假的？张老板，好久不见啊！来碗麻辣烫。下次吧，今天太突然了，啥都没有。哎呀，那好吧。恭喜您解锁支线任务，宿主您需招募1名优秀员工，奖励尚不明确，限时1个月。哎，你先别走。难不成我今天能吃上麻辣烫了？我想招个员工，你人脉广，消息通，能不能费点心，帮我物色物色有没有合适的人？工资多少？待遇如何？薪资待遇嘛，我还没想好。福利包吃，瞧好吧你，包在我身上。哎呀，终于可以营业了。老板，我要小龙虾，1299。支付宝到账1299元。来碗鸡汤素面，3份汤，2个清新饮，1个暖身汤。老板，汤和麻辣烫我都要。行。支付宝到账680元，支付宝到账130元，支付宝到账876元。我的妈呀，这么多顾客，真是赚大发了。大妹子，瞅你眼神，新员工吗？他是我儿子。哎呦，咱俩留个联系方式。哎呀，这不是想着有机会撮合撮合孩子们，要能结个亲家就再好不过了。好。对不起啊，大家，咱们今天要打烊了。这才几点啊？这不行啊！人家千里迢迢过来，还没吃上饭呢，你就打烊了。没事，阿姨，张老板店里一直都是这个规矩。对，我们下次早点就是了。先走了。好嘞，路上注意安全啊！真是抱歉啊，各位，今天招待不周，下次再来啊！阿姨，我看咱家招服务员，我是来面试的。我中国8大菜系样样精通。你那算啥？我之前干米其林的，这对我都是小菜一碟。你起开，张老板，你选我家开的有游戏城，还有按摩城，可以免费给大家提供休息时间的娱乐项目，包大家满意。我可以给张老板当贴身秘书。这老妹儿，你还能这样玩呢？我豁出去了，张老板，小梅能干的事情我也能干，你一定要考虑我呀。大家都静一静啊！这样，大家加一下我的微信，把你们简历发过来，具体的面试结果我会在晚上9点前告诉大家。我先来。干嘛？你微信群里发的菜单咋这么像我们家饭店的菜单啊？是啊，大家都是经常来你家吃饭的，群里天天都有人汇报饭店的最新情况。好家伙，我现在有这么多粉丝啊！可以拉我进群吗？行，快扫码进来。好。妈，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。你等我招到人，就不让你来给我忙前忙后了。哎呀，妈不累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妈就是觉得咱们店生意太好了，害怕过去这个新鲜劲儿就不像现在这样了。
妈，你就把心放肚子里，咱用的都是最好的食材，而且谁来都夸味道好，不用怕。来，跟我算一下饭店的收支。行。你看咱们店这个收支很不错呢，你看，今天都入账了400多笔。400多，就咱这几张桌子能赚这么多？儿子，你没算错账吧？这一个月不得赚得盆满钵满？你看啊，135万2千。天哪！妈，这下你该放宽心了吧？当初你放弃医院的铁饭碗，非开这个店，我和你爸担心的要命，害怕你血本无归，还丢掉原来好好的工作。现在看来是妈多虑了。哎，对了妈，你看看今天来面试的几个人，有何眼缘的吗？我看那个叫唐什么的那个男的看着可以，踏实还肯干，而且他家条件也不好，不行就给他一个机会吧。行，那就听您的。行。终于来了，叔，咱今天先试试看。好。小店新入职员工唐大英已识别，需从灵活度、记忆力以及端菜水平3个方面对其展开考核。如不够90分，需重新招聘新员工，否则不发放奖励。加油，我看好你。天哪，这也太勤快了吧！马上到中午了，最难的考核要开始了。宁远，你最近做医美项目了，皮肤状态看起来比之前好很多啊！你猜呀，猜对了我就告诉你。哎呀，我的好宁云，你就告诉我吧，有这种好事也跟姐妹我分享一下嘛。嘘，小声点，咱们2个偷偷去。走，好。景区里面还有做美容的？宁云，你可别骗我啊！谁跟你说是要去美容店的？啥？张老板，张老板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快看看菜单，上了好多新菜。想吃点什么就直接跟唐叔说就行。好嘞。坐。吃点什么呀？唐叔，给我来2份气血温补暖参汤，再来1份小龙虾和1份鸡汤面。马上好。环境倒是干净。小龙虾来了。来。慢用。快试一下。这太好吃了，言情，你快吃一口。我就不吃了，你看我脸上这都长的。哎呀，你就放心吃吧。真的吗？那我就尝一只。天哪，这小龙虾也太香了吧！哇，口感丰富，富有层次，简直绝了！剩下的我就拿走了。别拿走，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你竟然才带我来！
原来你每天中午错峰吃饭，是要来他家偷偷吃好东西啊！好了，不收你钱了，快尝尝你说的美容神菜就是它。好甜呀！喝完感觉全身都暖和起来了。你坚持喝个半个月，我保证你皮肤越来越好，白里透红。啊，宁宇，我真的太爱你了。刚刚那个真的好好喝啊，是吧？可惜只能喝一会儿。我们明天什么时候去啊？是不是有2个鬼鬼祟祟的人趁上班时间偷偷跑出去做美容啦？才没有，我们是去吃饭了。你这下巴上的痘呢？早上见你的时候还有呢。不可能吧？真的见效了？你说啥呢？宁云，这么好的东西，你竟然藏着掖着。不能怪我啊，我也没想到，就吃了道菜，竟还有这种功效。什么菜？别愣着了，赶紧去尝尝啊！想吃什么？我要份鸡汤素面。哎，再来份麻辣烫吧。麻辣烫。哎，好嘞。来坐。哎，稍等啊。啊。哎呀，张老板，这是3号桌跟6号桌的餐单。服务员，哎，来了。我们要这个。唐叔这工作效率也太高了吧？系统，你觉得如何呀？稍等，审核中，审核成功。员工唐大英服务态度、清洁能力、送餐效率等方面都很优秀，符合员工入职要求。唐叔，哎，以后咱们就一起干了。真的？恭喜您完成附加任务，成功解锁菜品能鲜牛羹汤。能鲜牛羹汤中，牛肉、胡萝卜和嫩豆腐营养含量都很高，建议售价60元。牛肉和豆腐蛋白质含量高，胡萝卜健脾滋肝明目，搭配起来既润喉还开胃。系统，距我下一次升级还要多长时间啊？4级，距离升级还需要1点经验值。也就是说，我这里再来1个客人，我就可以再获得1份新菜了。哎，妈，咋了？妈，你快过来。啥事啊？你去扫码点一个温补暖身汤。我咋感觉我的收款码出问题了呢？哦，好。支付宝到账50元。妈，没问题。好嘞。恭喜宿主升级，宿主张宁，厨艺5级，距离升级还需要600点经验值。5级已解锁菜系：气血温补暖身汤、清心饮、补气鸡汤面、麻辣烫小龙虾。宿主，你现在又有1次抽奖获得新菜的机会，是否使用？用。恭喜您抽中新品猪肉烧麦的菜谱。这袋是做手擀面的面粉。山药粉加入原有面粉中，可补充微量元素。比利时黑猪，宇宙最强猪肉，入口嫩滑，越煮越嫩。我先做1笼试试。成了，快尝尝。这家店是咱们宁城最好的饭店了，一直都是用来招待领导的饭店。这也太好吃了吧！我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鱼呢。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，儿子？你试一下。这菜好像还不如你做的好吃呢。哎呀，还真是。要不咱回家吃，让儿子给咱们做。好。喂。
你说啥？儿子，我还以为你跟我说生意好是骗我的。之前也没这样过呀。这么多人，忙得过来吗？啊，跟我来。好好好。快看，张老板来了，别让他跑了！走，快！